在上一次的影片里面，我们介绍了如何在 Obsidian 建立电影收藏资料的一个方法。它基本的原则就是使用复制跟贴上的方法，从豆瓣网把需要的电影资料给复制到 Obsidian 里面，再透过 Data View 来产生各式各样的资料查询。但是在对于收集资料这个方面来讲，如果都是使用复制与贴上这样的方法来收集资料的话，这个效率非常的低。因此我们今天就使用了 AutoHotkey 来写一个简单的爬虫程式，由豆瓣网的 HTML 原始码解析出需要的资料，再产生出 Obsidian 的 Markdown 档案。这一个脚本程式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照着做，应该任何需要收集资料的一个网页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很快的产生爬虫的程式。那以下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一个 AutoHotkey 的脚本，它的内容是怎么样。这个 movie.ahk 呢，我是使用 AutoHotkey 2.0 的语法来写的，因此我们第一行会需要一个 requires AutoHotkey v 2.0。那如果你是使用 AutoHotkey 1.0 的话，你可以把这样给拿掉，然后下面有一些语法再稍微做一点修改就可以来执行了。那现在因为我是处于需要直接做除错的状态，所以我把变数debug 把它设成 true。如果是在除错状态的话，豆瓣电影网的 ID 跟它输出的路径都是直接用固定值来写好的，就是1294194，这个你可以从豆瓣网来做搜寻，查询到某一部电影以后，从它的网址里面呢就可以取得它豆瓣网的 ID。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豆瓣网的 ID 来搜寻到这一个网页，接着把产生档案的编码改成是 UTF-8， 接着这个 URL 呢再指定豆瓣网的电影的网址，后面就是要把 SID 给加到这个变数里面来，到后面就是使用 WinHTTP 5.1 看物件来建立一个物件出来，然后接着用 Open 把这个网址用 Post 的方法给开启起来。开启起来以后呢，就对它做 Send， 直接对这个网页做搜寻，查到的内容就会写到这个变数的 Response Text 里面，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在网页里面检视原始码的内容就会被我们读出来。后面就可以使用这个 HTML file 看物件，把这个网页的看物件给建立成是 HTML 的物件。建立这个 HTML 看物件以后，就可以把上面透过 WinHTTP 取到的回应的网页的内容给输出到 HTML 物件里面来。HTML 有了内容以后，就可以使用 getElement 的一系列的函数来取得需要的内容。所以首先就是需要对豆瓣网的网页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检视，就可以发现它在 MainPick ID 这里有图片的网址，然后在 Info 这一个 ID 里面有所有我们需要复制过来的这些栏位。那因此我们后面就是解析这两个 div 的内容，下面就是去搜寻这个图片。那接着后面这个 getElement by ID 就是去搜寻各个像编剧、导演这一些栏位。有了这个内容以后，接着就把写回来的冒号改成2个冒号，然后副档名就是直接使用标题，从上面搜寻出来的标题让它变成是.md 的格式。最后如果这个档案有存在的话，先把它删除，那如果不存在的话，就依据后面的格式用 file append 写出一个.md 的档案。这个 sFormat 就是 AutoHotkey v2 的多行的写法，要用字串的双引号把它夹起来，里面多列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接着在每一行的内容里面这个百分号1 2 3 4 5 6就是用 format 后面可以传第一个到第6个参数进去，它就会依序把这个大括号1到6替换成你传进去的参数，最后就把它写出来。所以整个程式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去豆瓣网把档案给收集回来，接着再产生 HTML file 的物件来做解析，解析完的内容呢再用 file append 把它写出去，可以来执行看看。执行这个 run script， 它就会开始执行了。执行完毕了，然后我们可以用终端机看一下这个档案到底有没有产生出来。比如说这个是我上次产生的 17.54 分产生出来的悲情城市.md， 那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这个档案是 18.07 分就是我刚刚产生出来的档案。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直接用记事本把这个内容打开，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内容就是我们需要的.md 的档案了。那这个就是直接去解析一个网页，把需要的内容给透过 AutoHotkey 的这个脚本的写法把内容给写出来的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如果你了解了这个程式的逻辑，其实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把其他需要做解析的网页都用同样这个方法可以如法炮制，很快就可以透过 AutoHotkey 来抓取你需要的任何的网页的内容了。那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 AutoHotkey V2 的脚本到这边。如果大家觉得我的介绍对你在学习 AutoHotkey 上面有帮助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